朋友们，在上期视频，我们挑战了一个敏感的话题，并揭示了那些顶尖成功人士具有的某些令人不悦的混蛋特质，那些异于常人的精神病态特质。那么，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今天的主人公唐纳德·川普。他的一生充满了争议和冲突，但他的成功和影响力不容忽视。川普的人格特质，特别是那些精神病态人格的特征，在他的商业帝国和政治生涯中都有所体现。首先，咱们得说说川普那低的吓人的宜人性。很少有人能够像川普一样在公共场合一贯的不讨人喜欢。2016年，在川普赢得第一次总统大选前，根据全美广播公司和《华尔街日报》的民调结果，川普可能是有史以来获得美国总统提名的人中最不受欢迎的。只有 29% 的注册选民对川普有好感， 58% 对他反感。盖洛普的调查也显示， 63% 的民众对川普持负面评价。想知道川普为什么这么不招人喜欢吗？人格心理学家麦克亚当斯给出了一个可能的原因：川普的宜人性简直低到爆表。咱们来瞧瞧他都干了些啥。川普曾经把《纽约时报》的专栏作家盖尔·柯林斯的文章退回去，还在他的照片上画了个圈，旁边潦草地写上狗脸。再说说竞选集会上的事儿，他不仅鼓励支持者粗暴地对待抗议者，还大声喊道：“把他们赶出这里！”他甚至情绪激动地说：“我真想给他一巴掌。”川普对待对手的态度也是一绝，不但持有贬低态度，还称他们令人恶心，并将他们视为失败者。过分的是，他还拿竞选对手的私生活说事儿，比如他质疑希拉里，如果他连自己老公都满足不了，他怎么能满足美国人民呢？要是他都不算宜人性低，那估计没人敢认第一了。你知道的，20世纪的美国总统里，宜人性最低的是尼克松，那个因为水门事件被弹劾辞职的家伙。接下来聊聊川普的第二大特点，他谁也不信，就信自己。他老是怀疑别人，觉得背后都是阴谋。记得1993年他在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说过，信任那玩意儿不是美德。这种对他人的不信任可能来源于他童年时的经历。父亲曾告诉我要时刻保持警醒，这个世界其实是充满恶意的。在川普的回忆录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。一次，唐纳德问道，为什么按门铃后总是站在租户大门的旁边？父亲回答说，因为有时他们会从门中间直接开枪。再来，川普那无畏好斗的劲意也是出了名的，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敌意，对外界的负面评价，他从来都是正面硬刚，无所畏惧。有个笑话说，模仿川普太简单了，只要把人名和骂人的话混一块就行。川普的兴趣爱好也暴露了他的攻击性，他可是美国职业摔跤协会的荣誉会员，并在2013年入驻协会的名人堂。自恋和自以为是也是川普的核心特征，他不会在乎别人的建议，因为他认为自己总是对的。川普曾不止一次吹嘘过自己的100亿美元身家，但是在福布斯杂志2015年9月的榜单中，他仅以45亿美元排名全美第121位。当有人要求他晒出纳税单来证明自己的财产时，他的回应是，关你屁事。看来吹牛也是要上税的。除了吹嘘自己的财产和商业成就，川普还不止一次地吹嘘自己的智商。看不惯我的家伙们，抱歉了，我的智商高你们一档。哦，我实在是太聪明了。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是，川普还说过，我长得实在是太好看了。根据传记书《川普们》的记载，1999年夏天，在老川普的葬礼上，作为儿子的川普讲了很多话，这些话主要表达了一个意思：我爸爸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养育了一个杰出的儿子。在过去的25年时间里，川普已经出版了将近50本畅销书，每一本的封面都是他自己的照片。最后一个是冷漠。川普把他人视作是完成目标所必须的工具，做任何事都不会有道德上的负担，对他人的不幸也不会产生怜悯之情。这种特点可能被一部分人理解为在行动中保持理智，也可能被解读为冷漠无情。在成为总统候选人之前，川普最重要的身份是一名成功的商人。在1987年，他的畅销书《做生意的艺术》中就提到，有曝光总是件好事，即使是负面的报道，
对于生意也有很多好处。关注本身就是价值。同一本书里还提到，做生意的时候就得侮辱你的对手。现实中，他的大嘴巴也给他惹来不少麻烦。川普的人格特质和行为方式，虽然在某些人看来可能颇具争议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些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在商业和政治领域取得了成功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到这里，让我们简单回顾和总结一下这期视频的核心内容，也让我们试着回答标题所提出的问题：为什么那些顶尖成功的人看起来都像是混蛋？或许，这只是一种生存和竞争的策略。成功人士之所以会像个混蛋，是因为他们知道，这世界上有些事情的重要性要远胜过别人的感受。他们成功的部分原因，就是他们性格中的宜人性够低，换句话说，够难相处。因为这可以让他们愿意冒风险，做普通人不敢做的事情，并敢于拒绝对自己不利的条件。换句话说，某种程度上，世界从来都是混蛋的游乐园。不止在政治领域，心理学研究也发现，在政治、商业、法律等领域的成功者，普遍具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病态人格。这些人被心理学家戏称为不近人情的混蛋和自恋狂。他们在某些场合能做出更好的决策。面临利益冲突时，他们完全不受别人情感的干扰，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，而不会迎合他人的决策。他们也更能胜任管理者的职责，因为他们在约束他人时可以严格遵照规则，不留任何情面。宜人性高的人则往往会因为过于在乎别人的感受，而被人评价为缺乏领导力。另外，他们做事目标明确，行动起来也没有什么顾虑，很少受到情绪的困扰。就像川普自己说的，很多人会谈论他们的生活，喜怒哀乐。我从来不这样，我不消极不积极，我只是想着我的目标。我从来不纸上谈兵，我付诸行动。这种作风也使得他们更容易取得成就，身居高位。我们不禁思考，那些顶尖成功人士的人格特质对于我们有什么启发呢？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，显然不是每个人都能站在成功的顶峰。但是，如果我们也沾上一点点的精神病态特质，我们是不是就能变得不易受情绪影响，变得更有胆识，更自我？我对精神病态的取向属灰色地带。我认为精神病态的一些特质，如果能沾上少许，你的人格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优势，你的气质也可能附带些常人所没有的锐利度。我们可以把精神病态者的多种特性看作是工具，如果你知道如何驾驭和控制它们，那么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，你都会受益颇丰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点赞、订阅和留言，告诉我你的想法。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。